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杰，欢迎回到我的 EasyKeys 2系列视频课程。这一节我们来了解 EasyKeys 2中的乐队匹配功能。点击界面顶部的乐队匹配按钮，即可切换到乐队匹配界面。EasyKeys 2中的乐队匹配功能可以根据我们所提供的音频文件或 MIDI 文件来自动匹配出较为合适的钢琴声部节奏模板。我们先来看看如何通过音频文件进行匹配。例如，我当前的工程中有一段人声，并且录制了2轨木吉他演奏方案，一轨是分解和弦的，另一轨是扫弦。我们先来分别听一下。当我们多年后相见，往事悄然逝去，烟消云散，那些关于过去的往事，像电影在我脑海涌现。当我们多年后相见，往事悄然逝去，烟消云散，那些关于过去的往事，像电影在我脑海涌现。假设我们现在需要根据现有的吉他声部来编配钢琴声部，那么就可以将现有的吉他声部音频文件提供给 EasyKeys 2，让 EasyKeys 2来自动为我们找出较为合适的钢琴节奏模板。在提供音频文件时，应该尽量提供清晰的、没有失真、混响、延迟之类效果声的干声文件，这样会得到最好的识别结果。点击界面中的选择文件按钮，在菜单中选择打开，然后找到我们预先录制好的吉他声部音频文件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这是一个分解和弦的吉他声部。打开后 EasyKeys 2开始对文件进行分析，很快就能看到分析结果窗口。这里提供了声源的选择，是带有和弦的声部还是鼓节奏声部。选择带有和弦的声部， EasyKeys 2不仅仅是根据律动来匹配节奏模板，还会自动检测音频文件中的和弦，并将和弦应用到匹配出来的节奏模板中。如果导入的是鼓节奏音频文件，则 EasyKeys 2将只针对节奏律动进行匹配。这里我们选择带有和弦的声部，下面是原始速度设置，默认是当前宿主软件的工程速度。如果录制音频时不是这个速度，可以手动设定原始速度值，这会影响到对小节和节拍的识别，因此这个速度值必须是正确的。在右侧的菜单中提供了自定义速度功能，以及其他自动检测出的速度值可以选择。接下来是拍号，设定为音频录制时的节拍即可。最后是调号，这里自动识别出了升 G 小调。如果不正确的话，也可以在这个菜单中手动指定正确的调号，然后点击 OK 按钮。此时 EasyKeys 2将开始自动匹配节奏模板。匹配完成后，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轨道，上面的是我们导入的音频文件，下面的是当前所选择的钢琴声部节奏模板，中间还会显示出自动识别出来的和弦。在顶部的工具栏中显示了当前匹配的节拍、速度以及调号。如果速度不正确，也可以通过右侧的菜单来重新选择其他预估的速度值。工具栏上还提供了选择工具与和弦工具。选择工具可以用来在轨道中对视键条进行选择、移动或调整长度。使用和弦工具
可以在轨道中单击和弦开始位置将其移除，或者单击某个和弦的中间位置来添加新的和弦。因为 EZKiss2 对和弦的自动识别并不总是正确的，所以有时也需要进行修改。例如，我当前的轨道中第16个小节应该是一个 B3 和弦，但它把这个小节的后面部分识别成了升 G7 和弦，所以我需要先删除这个和弦，然后再调整一下前面 B 和弦的长度。工具栏上还提供了停止、播放以及循环按钮，这些按钮控制的是当前乐队匹配轨道的。我们可以来对匹配结果进行试听。在试听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调整轨道左侧的原轨道音量滑块与钢琴轨道的音量滑块，来控制两个轨道之间的音量比例。现在听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和弦与节拍律动都比较吻合。如果您导入的是鼓节奏音频文件，也可以在原轨道左侧的控制面板中，将轨道内容从和弦声部切换到鼓节奏声部，来让 EZKiss2 重新识别。这里还提供了一个吸附功能按钮，默认是激活的，这可以让我们在移动轨道中的音频文件时自动对齐到节拍网格。如果想要自由移动，可以关闭这个按钮。在轨道的下方是匹配结果列表，这里列出了较为匹配的节奏模板。在左侧的节奏匹配列中，可以看到匹配程度的百分比。匹配程度最高的模板会显示在上面。我们也可以将轨道中的节奏模板切换为其他模板。列表右侧还提供了4个额外的调整参数，这些参数实际上在关于编辑演奏风格的课程中已经见过了，分别是调整音符密度、演奏八度、演奏力度以及摇摆程度。通过这4个参数，可以对当前选中的模板进行修改，例如增加一些音符的密度，调整一下演奏力度。右上角还有一个选项菜单，里面提供了2个命令，一个是力度，一个是摇摆程度，代表当我们选择其他模板时，是否需要对这2个参数进行重置。如果不勾选这2个命令，则当切换到其他模板时，原先的设定会被保留下来，否则就会恢复到默认值。结果列表的左侧还提供了额外的条件筛选功能，这里可以选择音乐风格，比如流行与摇滚、通用风格、funk、爵士等等；演奏风格，比如标准的、爬音、固定音型的，还是衬底的，以及不同的类型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实际上已经指定了4拍子的和匹配原速度这2个条件。这里还有轻柔的、中等力度的、大力度的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指定更多的筛选条件，从而缩小搜索范围。当我们找到合适的节奏模板以后，可以将模板从匹配的轨道中直接拖放到歌曲轨道中，然后来和宿主软件一起播放，听听效果。当我们多年后相见，往事悄然逝去，烟消云散。那些关于过去的往事，像电影在我脑
我们再来试试导入一个扫弦的吉他音频，来看看自动匹配的如何。我们可以单击界面右上角的新建按钮，这时又会回到最初的乐队匹配界面。单击选择文件按钮，然后通过打开命令来导入新的文件。另外 EasyKeys 2还支持直接拖拽文件，我们可以先单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，返回到匹配界面中，然后直接从宿主软件中将想要使用的声源文件拖放到 EasyKeys 2的匹配轨道中来进行匹配。这次我导入的是一个扫弦的吉他声部，分析完成后，检查一下原设置、速度、节拍以及调号，没有问题，点 OK 按钮开始匹配。匹配完成，我们来听听匹配的结果。匹配出的模板节奏律动与我这个扫弦的律动几乎是完全吻合的，但是音符似乎稀疏了一些，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些音符密度，再提升一点音符力度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模板拖放到歌曲轨道上，结合宿主软件来播放听一听。当我们多年后相见，往事悄然逝去，烟消云散。那些关于过去的往事，像电影在我脑海涌现。现在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。其实，在编曲时多做一些尝试，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灵感。除了通过音频文件来匹配节奏模板以外， EasyKeys 2还支持通过 MIDI 文件来进行匹配。例如，我这里已经添加了一个鼓组声部和贝斯声部。我们先删除掉 EasyKeys 2歌曲轨道中的内容，来听一下现在的整体感觉。当我们多年后相见，往事悄然逝去，烟消云散。那些关于过去的往事，像电影在我脑海涌现。假设我们想要根据现在的贝斯声部来进行匹配，可以直接将贝斯声部的 MIDI 事件拖放到 EasyKeys 2的界面中，也可以先将贝斯声部导出为 MIDI 文件，然后在 EasyKeys 2中单击新建按钮，建立一个新的自动匹配。在选择文件菜单中，您会看到之前已经导入过的内容。如果对某次匹配的结果不满意，也可以随时切换回之前的匹配结果。这次我们来选择贝斯的 MIDI 文件。分析完成后，会看到目前的匹配结果。在原轨道的控制面板中，此时会多出一个乐器选择菜单，这里已经正确选成了轻音的贝斯音色。
如果回放时发现音色不正确的话，可以手动在这里指定一下原轨道的原始音色类型。由于导入的贝斯声部 MIDI 文件中，大多数小节只包含和弦根音，而不包含和弦构成的其他音符，所以 EZKiss 2对和弦的识别有的是不正确的，还需要再手动指定一下正确的和弦。现在来听一下。可以适当增加一点音符密度和音符力度。好，我们将这个匹配结果拖放到歌曲轨道中，前面多余的部分可以去掉。现在来和宿主软件一起播放，听听效果如何。当我们多年后相见，往事悄然逝去，烟消云散，那些关于过去的往事，像电影在我脑海涌现，无数个思念你的夜晚，依然会轻轻为你哭泣，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，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。这次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。以上就是乐队匹配功能的一些操作方法。最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乐队匹配界面中的编辑菜单。在工具栏的右侧有一个编辑按钮，单击此按钮会打开一个功能菜单。另外，在匹配轨道中右键单击某个和弦或匹配源，也可以打开这个功能菜单，内容都是相同的。菜单中提供了一些基础的操作命令，例如全选、移除、设定为循环区域。中间部分还有针对和弦的复制、剪切、粘贴到播放指针所在位置，以及合并命令。下面是对所选内容重新进行和弦分析。如果对本身包含和弦的音频分析不正确的话，可以执行这个命令重新进行分析。最下面是将匹配结果用于节奏界面的相关命令，包括显示相似节奏、通过打点查找来进行搜索，以及查看匹配结果所在文件目录。这些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功能了。好，关于乐队匹配功能就为您介绍到这里。我相信利用好这个功能，一定会让您的编曲效率大幅提升。下一节我们来了解一些 EZKiss 2中的菜单命令和参数设置。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